第3章大学时光。进入大学之后，没有了高考压力，手上又有宽绰的津贴，我开始过起享受人生的大学生活。喝酒、宴乐，学习上缺乏自律，成绩马马虎虎。第1学年结束时，无机化学实验课的助教来告诉我，那门课我的成绩很差，恐怕要得D。原来大学给出优厚的资助，同时也附带了条件，任何一门课的成绩如果是 D 或者低于 D， 将失去奖学金资格。我去那门课的教授家拜访，希望能说服教授给我一个高于 D 的成绩。教授说不可能，过几天再联系吧。我只能惶惶不安地坐公车回家，忧虑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面对。4年学费，每个月的津贴，这可是一大笔钱。而且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母亲非常好强。我能想象母亲如何在亲朋好友面前夸奖自己。小儿子得了全额奖学金，还有生活津贴，为家里减轻负担，多么有出息。现在失去了资助，我怎么面对家人呢？在公车上，我第一次诚心诚意地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帮帮我解决这个难题。几天之后，我得知学校总部要求大1的总学分是20，但是实际授课呢，一共是21个学分。最后系里决定取消一门1个学分的课，恰好无机化学实验课被取消了。无论是得 A 还是得 D， 都忽略不计。哇，何等的侥幸，多么大的恩典啊！我后来经常对学生讲，你绝望的时候，好好祷告，求神帮助。神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会把我们拉出泥潭。接下来的大学生活，我开始注意学业，保证自己的成绩不再得D，保全了奖学金的神迹。还有另外一次祷告得应允的经历，让我确信神存在。但是我还没有足够的动力放弃享乐，返回教会。大3那年接近中考的时候，我需要每天去图书馆读书。校园很大，步行不便，我一向骑车往返于宿舍和图书馆之间。没料到在紧张备考的关头，我的自行车被偷了。因为腿的问题，我只好再买一辆，又被偷。咬咬牙再买一辆，居然再次被偷。1周之内，我连着丢了3辆自行车。我非常生气，也没钱再买车，只好走路往返。考试的压力，心情的郁闷，体力的透支，等我回到家后一起大爆发。我浑身疼痛，每个关节都肿大，最后我被确诊为类风湿性关节炎。这种自身免疫疾病在80年代根本没有特效药，就是今天也被视为难以治愈的顽疾。在病痛绝望中，嫂子劝我去教会。离开了7年之后，我终于再次回到教会，开始认真地了解神，学习神的话。我最急切祷告的自然是让病得到医治，这是我的第3次祷告。但这一次神没有立刻回应我，一直到几年之后，我的症状才消失。神在他自己的时间医治了我。后来向慕道友传福音的过程中，我常说，不要用祷告是否得回应来判断神是否灵验，我们要尊重神的主权和时间。